1年后，寂静的古老殿宇被一阵轰隆声唤醒，已经重新变得清澈的池水突然间炸起了巨大的水柱，大殿瞬间就下起了暴雨。萧玄与薰儿却是目光眨也不眨地锁定着萧炎，眼看着萧炎的气息以一种极端恐怖的速度暴涨，6星巅峰、7星、7星巅峰、8星、9星、斗尊巅峰，萧玄同薰儿都很慌，因为萧炎若是无法抵御住这种实力暴涨的诱惑，那么他的成就多半便是会止步于此。萧炎，你可千万不要失去理智啊！你已是萧族最后的希望，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面色凝重一片的萧玄在心里祈祷着，其实萧炎很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的，怎么可能会被这种短时间内提升起来却华而不实的实力引诱呢？停留在斗尊巅峰的不多时候，萧炎的气息就开始飞速减退，仅仅是短短几分钟时间，就直接从9星巅峰的层次减弱到6星左右。当然，此时的6星可完全不是萧炎当初的那种6星层次可以比美的。这家伙压得还真狠，不过这可是会反弹的啊！萧玄咂了咂嘴巴道。他是没想到萧炎这小子出手这么狠。萧炎，狠吗？你是没见过我一火烧自己。萧玄的话音刚落，就见萧炎的气息果然反弹了，只是这次反弹的速度比之先前慢了许多。等气息再度回弹到9星层次时，萧炎又将其压了下去，如此反复，最终停留在了8星巅峰。当萧炎的气息彻底稳定时，其紧闭了1年半的眼眸终于是舍得睁开了。睁开的一瞬间，就见2道紫红色的金光如同实质劈炼一般自萧炎双眼之中爆射而出，然后大殿之内的一根擎天石柱就变成了粉末。萧炎，看我电光眼！萧玄，你就说赔不赔钱吧。金光爆射后，萧炎那原本漆黑的双眸中隐隐间多了些许紫红颜色，看上去有种颇为妖异的感觉。随着一口炙热的浊气被萧炎吐出， OS 咱就说1年没刷牙了，味儿挺大。一股极端的畅快之感自萧炎体内油然而生，下一秒，一道隐隐夹杂着龙吟凤鸣般的轻笑陡然自其嘴中长啸而出，一时间如雷的笑声在古老的大殿之中滚滚不休。萧玄，我谢谢你帮我将陈年老灰吹出来啊！哈哈，痛快！听得萧炎一声大笑，旋即手掌一拍水面，身体便是闪掠而出，轻飘飘地落于血池旁。恭喜萧炎哥哥啦！见到萧炎顺利出关，薰儿嫣然笑道。萧炎一个闪身，用力抱了抱薰儿后，转头就朝着萧玄走去。多谢老祖。萧玄看了看吧嗒一声跪地上的萧炎，目光中满是柔和地将萧炎扶起道：萧族振兴有望啊，不枉我等待多年。不过这次你得谢的恐怕还是你那小女友，若非她的帮忙，你也是无法融合3种血脉之力。萧炎转头看了看薰儿，后者却是微笑着冲着他缓缓地摇了摇头。薰儿的意思萧炎自然是明白的，他并不想2人之间分得太清楚。想到这里，萧炎当下心头涌起一片暖意，得女如此，夫复何求？最终还是萧玄出声打断了2人的深情对望。萧炎，如今在你的心脏深处已经种下了新生血脉的种子，你得好好保护它，千万不能让得它出现什么差错，因为它将会是你能否达到地境的关键。随后萧玄脸色又有些凝重的道：你若是能够达到地境，萧族那些族人体内的废弃血脉便是会再度拥有生机，而且还会比以往的血脉之力更强，这是振兴萧族唯一的希望。萧炎手掌轻轻摸了摸胸膛，默默的点头。另外你还得多加小心魂族，我与他们打过不少交道，这个种族颇为神秘与诡异，即便是当年萧族鼎盛时，都是仅只能与他们持衡。按照我的一些猜测，魂族的实力恐怕比起古族都是要强上一些。萧玄沉声道。听得萧玄此话，萧炎与薰儿的脸色都是略微有些变化。萧炎是震惊于敌人竟然如此之强大，薰儿则是觉得有些难以接受，因为古族的实力如何自己再清楚不过，而且这些年古族与魂族也是有所交手，但基本上是胜多输少。薰儿不知道的是，萧玄其实所言非虚，
当年萧族与魂族大战，萧族拉拢了不少的帮手，但却始终未曾讨到太多的好处，更何况魂族传承时间久远，但却似乎从未出现血脉枯竭的情况。萧玄看了看神色各异的两人，叹了一口气后冲着萧炎道：反正在你未曾达到斗圣之前，尽量小心一些，你手里有着驼蛇谷地狱，魂族的人必然会来找你。随后拍了拍萧炎的肩膀，话题一转又道：你们进入天幕已有2年时间，还有将近1年时间，你们便是会被传送出去。这1年之中多加修炼，适应一下这些暴涨的力量。旋即手掌一握，一卷绘着火焰图文的卷轴就被塞进了萧炎怀里。完整版的天火3玄变终于是到手了啊！目光炙热地盯着那布满着火焰纹路的卷轴，萧炎突然出声道：先祖，既然这天火3玄变是由您所创，那您当年也是拥有着异火吧？萧玄当年的确是拥有着3种异火，没有分觉的他全仗着自己强横的实力强行将他们控制，并且没有将他们吞噬炼化。不过可惜在那最后一战之中，3种异火都被彻底引爆了。萧炎：哎呀妈呀，那老可惜了，差点都能炫我嘴里。萧玄：可不咋的啊，有那异火在，我也不至于冷清了这么久。萧炎现在所修炼的功法同天火3玄变的适配度是很高的，萧玄很期待见证萧炎未来能达到什么高度。不过现在嘛，还是老老实实修炼吧，争取在离开天幕之前成功的将族纹修炼出来。我严哥人狠话不多，同薰儿交代了一声后，便是直接盘腿而坐，将卷轴贴于眉心处，将其中所蕴含的大量信息尽数收入脑海之中。半晌后，萧炎双手突然闪电般的结出手印，短短几秒3变齐开。萧炎体内气息陡然暴涨，与之前的开启状态不同的是，萧炎明显感觉到似乎有一种奇异的力量正在血管之内飞速的穿梭，而其目的地赫然是眉心处。就在那些个奇异能量在萧炎体内蹦迪之时，外界萧炎的眉心处一道浑然天成的纹路缓缓地浮现而出，接下来是第2道、第3道，然后萧炎就失败啦。一道细微的声响从萧炎体内传出之时，刚刚浮现的那些奇异纹路就都消失了。懵逼地睁开双眼，萧炎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失败，而是萧玄及时解惑道：勾画族纹需要极其庞大的斗气以及极度精妙的控制力，现在的你实力刚刚猛涨，显然未曾真正的达到那种心随意动的控制。而萧族族纹分9笔，你先前仅仅勾勒出了3笔。萧炎一听这话，心里一阵苦啊，光是3笔便是消耗如此恐怖，这与人对战时还敢开启族纹吗？似是察觉到了萧炎的怨念，萧玄又接着道：所谓万事开头难嘛，只要你将全部族纹激活了，日后战斗只需要心念一转，便是能够直接施展族纹。听到此处，萧炎觉得自己又可以了。萧玄笑了笑，旋即挥手道：好了，继续吧，第一次能够勾勒出3笔，已是不错的成绩。静心凝神，完美的控制每一道斗气，最后方才能够将9笔彻底勾画出来。对此，萧炎默默点头，略作休整后，便再度开始修炼族纹。这一练嘛，就是半年多，期间萧玄看得之紧，萧炎那是一点偷懒的机会都没有啊。萧炎：可恶，都没有机会抱抱我家薰儿。萧玄：这狗粮我是吃得够够的，早点学会早点滚犊子，怪碍眼的。终于一个玄奥的紫红色族纹在萧炎眉心处显现了。嗡！就在族纹成型的那一刹，萧炎体内血液流动速度陡然加快，一道奇异的声音透过血管身体缓缓地传了出来：成功了！萧炎紧闭的双眸睁开之时，眼中紫红光芒大盛，片刻后才同眉心处的那道族纹一同被收敛进皮肤之下。长长的吐了一口气，萧炎站起身来，抖了抖身体，听得骨骼间传来的那脆响声，萧炎微微一笑。半年多来的修炼不仅让得他成功修炼出族纹，还令得他对身体的斗气再度恢复到了以前那种炉火纯青的控制之下。现在的他已经是10打10的8星斗尊巅峰了，再加上诸多手段，萧炎自信即便是面对着9星斗尊的强者，他都可以与之一战。算算时间，3年也应该到了吧。
目光缓缓抬起，望着古老大殿之外的萧炎道：还有5天左右，3年时间便将会到达，这天幕之行总算要结束了。望着萧炎脸庞上沉吟之色，一旁的薰儿也是微笑道：也是该离去的时候了，这时间过得还真快。一旁的萧玄也在此刻笑道，但声音中那种淡淡的落寞与寂寥却是怎么也藏不住。毕竟天幕固然让得他以另一种方式存活到现在，但同样的给予了他无穷的孤独。在这片没有人气儿的世界中，他们就如同囚犯一般被这片世界所囚禁着。 OS 格局打开呀老祖，以你的实力完全可以建立自己的王朝。先祖，以后你还会这样存在着？萧炎沉默了一会儿后道。萧玄轻叹了一口气，点了点头。有其他的什么办法能让您复活吗？萧炎又道。对此萧玄笑了笑，表示自己知道萧炎是炼药师，但自己是一个早已经死了无数年的灵魂，甚至灵魂都只是残缺的。若是日后萧炎能够突破这地境，说不定能够想到一些让自己解脱的办法。至于现在嘛，多想也只是徒劳。拍了拍萧炎的肩膀，萧玄又道：我独自承受孤独，遗留在这里，所谓的并非是能够再度复活，而是能够将萧族的血脉之力再度传承下去。我并不想让萧族的血脉之力伴随着我永久地埋藏在这暗无天日的天幕之中。萧炎自然是明白自家老祖的，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压抑着心中翻腾的那些情绪。萧炎道：先祖放心，天幕我必然还会再来，不过下一次再来此处时，我必定突破至斗圣。听到这话的萧玄感到欣慰极了，缓缓一笑后，手掌突然一招，一个巴掌大小的光团就从萧炎的纳戒中飞了出来。萧炎先是一愣，随后定睛看了看，那光团之中悬浮着的一个拳头大小的玉俑，可不就是自己随手扔进纳戒的东西吗？这东西老祖认识？萧玄还真就认识。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视频都看到这里了，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了。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